谢。快坐啊！哟，好家伙！心中有事，天地窄；心中无事，一床宽。红尘闹市争热饭，何惧闲人语二三。不来了。这个又看见你们各位了哈，都挺好的是吧？好，我也挺好的啊。我这是刚回来，刚才化妆的时候，我们那化妆那大姐还问：“哟，您怎么黑了？”啊，我说你管着吗？啊，您这些日子做节目，正赶上天热，跟外边一跑一弄，太阳一晒就黑了啊。我这个皮肤还跟别人不一样，长得不是那么雪白。人家那个皮肤白的人呢，拿太阳一晒呀，是发粉吧筋儿的那个色儿。我们这种啊，越晒越黑。我记得那会儿17、18岁，20啷当岁，在天津，有时在哪儿蹬自行车一蹬一天，尤其要是夏天，迎着太阳，好家伙，晒的就跟茄子那个色儿似的，黢黑的啊。所以这也没办法，反正回来一捂就行了。哎呀，捂几天就缓上来了，过2天一晒又完了啊！得了，您各位凑合看吧啊！我现在也不以美色动人了。凑合瞧，凑合看就得了。前2天其实按说还不至于晒成那样，你之前你上南边拍去有情可原，太阳毒。其实前些日子是在东北哈尔滨，按说还可以啊。上哈尔滨去，他们一接我，吓我一跳。好家伙，人给弄一个哇蓝的汽车接过来。一开门，您上车，我还纳闷，我这车门装反了，这是。我这个人对车根本没有概念，到现在我也不会开车，啊，我比不了您各位，您各位什么样车都能鼓着走啊。我来不了，不会哈，看不起你们。自行车我还可以，3轮车我就不灵了，2轱辘我可以操纵驾驭它，3轱辘就不行了，就它拧着劲儿的往一边斜，所以我打小就看，哟，这个人又能蹬3轮车，又能骑自行车，这是多大能耐呀，这是啊。后来这4个轱辘这汽车我真不行，不感兴趣。我看他们有的时候坐一块一说哈，跟真事似的，什么这个档那个档的，不行，不会开车，所以这回人家接我那车，我也叫不上名来。我到现在我就认识2种车，夏利跟那黄大发。但是他们可能知道这2车，他们给消灭了这车，也见不着了黄大发啊，挺可惜。这蓝车我也不认识，接我这个，他们是提前啊跟哈尔滨当地啊，人家说这好。得接郭老师，他们找婚庆的借了一车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于老师那车也不错。我也不懂，他那是个大吉普，也不是什么玩意儿啊，挺大的，也开起来那个嘟噜嘟噜的那玩意儿啊。哎，得了，开什么车其实不重要啊，这个也是赶路呗。要是能开得快点，可能就好一点。但是你要赶上堵车，什么车都一样，卡在那儿3毛钱一辆的，跟5000万一辆的没有区别啊。这个车我也说不出什么来了，我还是说说三国吧啊。上文书讲到哪儿了？现如今说实在的，找这么些这样的观众不容易。你找别的观众，人家都记得住啊，也难为您各位。您各位记不住，我得记住。
原文上说四寇闹长安，李傕、郭汜樊稠、张济，这是原来董卓手下的4个大将。董卓这一死呢，大伙儿都投降了，但是唯独到这4个人这儿，王允不同意。现如今朝中的大权其实是落在王允的手里边。王允说不行，天下人都能赦免，唯独这4个人不能赦免。你看，这就是王允做事太绝。其实王允如果说不这么斩草除根呢，后来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麻烦。都说董卓进京把汉朝闹没了，其实王允这关也很重要。他如果说得了，好好商量商量这4个人怎么处理啊，留一条活命吧，哎，这事儿呢就不至于闹这么大。但是这话一传出来，这哥4个说完了，天下人啊都能饶，咱们4个不能饶，怎么办？你到这会儿那就没别的辙了，那不是你弄死我，就是我弄死你。又何况这4个人手下有一个出类拔萃的谋士贾诩、贾文和。整个《三国演义》里边，你要问我说郭德纲，你说说谁聪明？我认为贾诩的智力是在诸葛亮之上。但是呢，因为《三国演义》跟《三国志》就是不一样的，《三国志》多少它是跟历史挨着，《演义》就已经是小说了。小说里边势必要分出来谁是男一号，谁是反一号。所以说，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他人为的就把刘备摆在了正方男一号的位置上，他把其他的人按照电视剧的方法给你处理了一下。那么你要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所以贾诩没有得到应有的赞扬。但是你要按故事来说，其实您细琢磨，这个贾诩太灵了。我没有佩服过别人，我真很佩服贾诩。就那么纷纷乱乱的年代，他太平无事，包括他的家属、家眷、孙男弟女，一个受伤的都没有。你要说没有感冒，这咱不敢说。但其他人弄这家死300口，那家死多少口，这个媳妇人打死了，都这样。他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而且一出事儿，先把家属托付给仇人。您受累给看着点。他研究人物心理，他就知道你不会对我如何。而且最后又得了善终，又做了大官，你说你不服行吗？这是人才呀！只不过呢，就是他出的好多主意太损了，太损了，而且有的计策太毒，所以导致人们对他的评价老觉得这个货有点问题啊，我们不能把他摆在多高的位置上，才耽误了他的这个身份。聪明是最聪明，要没有他，这哥4个全完。李傕、郭汜、樊稠、张济说这怎么办？最开始想的是咱跑吧，归置东西吧，好不好？哎，金银细软收拾收拾，象牙筷子值钱的不值钱的弄啊，这几头牛归你，拖拉机是我的，枕头被窝都归你们，咱哥4个分家吧。要走，人家贾诩说了，要这样的话，您哥4个这一出去，你不用说百万雄师最起码来俩村长就给你们捆上了。说那怎么办？听我的吧，那听您的吧。人家出的主意，就在贾文和这主意下，这哥4个带着兵就围住了长安城。不服不行啊！智慧在战争的时候比你那个力量要强之万倍，而且打破了长安。长安连围了7天，第8天打开了。什么计策呢？里应外合。这就是王允的疏忽董卓死了这哥4个必须要弄死。他这4个人是董卓的余孽呀，不能留着他而且这个以前董卓这些人，咱们得想方设法把他除干净。你除不干净啊？为什么呀？董卓打西凉，带着几十万大军上这儿来的，这个天下是人家西凉人奠定的。他说了一大部分人都轰走，都不要，轰外边是一大帮西凉兵。人家这个李傕、郭汜正招兵呢，
这些个老乡，来吧，没地儿去，咱们一块儿吧。要不他也弄咱，人大伙儿合在一块儿了，围住了长安城。长安城里的兵也是西凉兵啊，人家城内城外一说方言就是自己人呐，那可不就是呗哈？你有人家离得近吗？对吧？哟，那外边那是我三哥，城里边是我四大爷，对不对啊？现如今这王允说了，是西凉人都不能活，那怎么？那咱弄死他吧。那得了，开城门吧，啊，都进来吧，哥哥兄弟们快来吧，人家是一家人呐，对不对呀？这就是王允想的不周到的地方，呼啦一下子全进来了，那整个长安城乱套了。战争年代呀，最委屈的就是老百姓。为什么呢？你什么都没有，人家又有枪，又有马，而且那杀红了眼，什么都顾不过来呀。整个在长安城里边又展开了巷战，文武群臣有样的大臣在这场战争中又死了10多位。有人说吕布不是在城里边吗？对，吕布是在城里边，但是呢，吕布准备跑了。有人说这个吕布打不过这个李郭吗？列位，历史上有句话啊，你如果打不过李郭的话，你就肯定打不过郭瑜。没有这么句话，没有这么句话，没有这么句话，这我瞎说的，这是啊。为什么打不过呢？第一啊，吕布手下的兵，你也是西凉人呐，对吧？你再怎么着，人家是自己人，此其一。第二，没有钱，打仗打的是钱。您上网，您上哪儿看看国际新闻哈？那个外国那些个各国一打仗，追加军费多少个亿，那钱花哪儿了？那不是盒饭钱啊！武器拼的是这个，你有钱你就好办。说我们这儿就是趁着8000兵啊，趁着1万兵，我们10个人有一把菜刀，5个人有铁锹，那还打个6，好好种地去吧，对吧？没有钱，钱呢，王允不给。为什么不给呀？怕你闹事儿。给吕布钱，吕布有钱了，他这兵更壮了，我们管不了他怎么办呢？不能给钱。你到这会儿他要了命了。第三来说呢，不给他兵，怕的就是你们兵合一处怎么办呢？所以把兵还分散了。你到该用的时候，叫天天不应，喊地地无言呐。为什么说大汉江山毁在大忠臣王允的手里边了？说的就是这个，你想的不周道啊！他是一个清白的能臣，打到天边，咱得说王允是为了汉家江山，但是您的技术不过关，你的想法有问题，说到根儿还是在政治方面你糊涂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说吕布这么大能耐没用，吕布准备跑，走之前找王允来了。他还是很尊重王允的啊，他觉得王允就是他的王四爹。为什么王四爹呢？认了好几个爹了啊，从头数哈，什么这连亲爹啊，在那丁爹后边董爹，这都他爹。他想着第4个应该就是王允，他憋着认他一当爹也对。为什么呢？你貂蝉那个角度出发，他是老丈人，岳父也是爹嘛，王四爹啊。王四爹住哪儿呢？住王四营，你们知道哈？这个非得是北京人才知道啊，咱有一地名叫王四营啊。这是闹着玩，找来了啊！司徒大人，城里边守不住，咱们得走啊！啊，我带着您，由俺吕布保着您，料也无妨啊！王允知道当前的情况吗？知道，没有比他更知道的。但是到这会儿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到最后要坚持自己的根基，不能走。江山现在这个样子，皇上年幼，我要走了，万古的骂名，不能走。倘若
祖宗显圣，社稷有灵。紧要关头，要是能拨转乾坤，保住天下，则万民之幸也。说点冠冕堂皇的话，反正就是我不走，要走你走吧。吕布说：“那我就走呗，是吧？有机会再给您当儿子吧，是吧？回见吧。”吕布带着自己的兵杀出城去。他走了，城里就乱套了。王允得保护皇上，这皇上倒了霉了，岁数不大，正上学的岁数，天天的弄这帮人。今天董卓说了算，明天王允说了算，孩子一点准主意没有啊！怎么办呢？乱了，知道乱了。王允保着，躲在哪儿呢？躲在宣平门这儿，外边有一道墙，这个墙还很高，7丈高。7丈高，按现在来说吧，汉朝那个1丈大概是2米多。7丈高，反正也合个5、6层楼，差不多，这就可以了啊。在上边就看着城下乱套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李郭樊张4将到了。其实这个局面就很清楚了，你跑不了啊，底下压压叉叉的。李傕、郭汜、樊稠、张济坐在马上，那个拧着眉瞪着眼，杀红了眼了都。旁边有贾诩、贾文和，贾军士低低的声音告诉4位：下马参驾。这个有脑子人呢，他就是不一样。下马参驾，说明我是臣子，我是见驾，您是皇上，你还跟这儿耀武扬威4个大爷，你就是反叛，你就是国贼。这个东西很重要哥4个看看，什么下去？哦，这才下马，撩衣裳跪倒，往上观瞧。皇上在上边皇上眼泪都快下来了，这叫什么日子？一天到晚的这4人跪底下罪臣参驾，吾皇万岁，磕了个头。皇上这个是懂的，4位爱卿平身。皇上这一句话就是定了性了，怎么呢？承认你们是我的臣子。4位爱卿快起来！皇上要一翻脸4个大胆的奸臣，如何怎样，来呀，迫击炮，这完了就当然有迫击炮也不至于这样。4个人站起来谢主隆恩，站着得说话呀。其实这会儿就很尴尬，说什么呢？皇上您吃了吗？今儿天可不错呀待会儿咱们出去玩去，这不行得说你为什么来的。陛下，董太师乃是干国的忠臣，为何被王允诛杀？这个话得说明白了董卓早死了，都点天灯了，骨头都烂了，为什么还提他？师出有名，我们要憋着害谁，我们憋着如何，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正义的说法，这样让所有人看我做的是对的。我们现在在打出的旗号就是董太师是忠臣，王允是个大坏蛋，我们是给董太师报仇来的。这个话的含义就是我们不是造反，不是为了你大汉江山，我们不是谋篡。这个说话可厉害了一说这个话，皇上傻了。皇上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吧？你们天天的打的跟那什么似的，他骂他是奸臣，他骂他是奸臣，谁杀谁都行保我这1天3顿饭呗。真没话回头看看王允那意思上，该你了，你干的，你来这个吧。王允点点头，陛下，不要理睬这些乱臣贼子我跟您这么说，您多多的保重，
老臣我下得城去，我与他们几个人面对。王司徒，你不能去呀！皇上虽然小，这个还懂，你出去不就死了吗？陛下，不可惜臣以误国家。你不要爱惜我，因为我，你说你别杀去了，咱们如何？他们杀进来，连你都完了，就把国家耽误了。撩衣服跪在地上，给皇上磕了3个头，站起身来，往外就走。小皇上这儿喊这儿拉着，已经拉不住了。这点咱们得说，王允王司徒担得起来啊！就这份民族大义，要把忠臣做到底。由打这儿出来，一直来到外边去，眼前都是军队，就这4位站好了，拧着眉瞪着眼啊！王允往这一站，拍！尔等逆贼，兴兵到此，敢是要谋篡山河吗？出发点不一样。那4个人来的解释就是：我们是要给董太师报仇，我们不是要造反。这儿出来就先问你，你们就是造反。这谁说话呀？这都是屁股决定脑袋。这玩意儿很奇怪啊！你提的董太师根本我都不搭理你，我就说你们是造反。你说这个，这4个人得搭茬儿。人家问你了，你是不是造反？不能再回避。王允，老贼呀！啊，董卓有罪，我4人何罪？天下人皆可赦，独不赦我也。你说董卓有罪，好，董卓有罪，我们呢？我们有什么罪啊？你说说听听，对不对？天下人都能赦，就我们不能赦，我们招你惹你了，对吧？你到这会儿再说别的都没有意义了。王允是仰天长啸啊！尔等4则，假借替董卓复仇，兵困长安，天人共愤。就你们少来这套吧，你们来就是造反来的，老天爷也不会饶你们，老百姓也不会饶你们。一般说到这儿呢，这个人就差不多了。怎么呢？人家再怎么解释呢？哎，你胡说，老天爷不会生气的，老百姓也不会恨我们的。那这智力都不到3岁啊！再瞧这个李傕，抻出宝剑来，往前就这一下，啪！好可叹王司徒倒在地上，一命身亡。王允杀青啊，人不错，是个忠臣。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最后这个事儿做得太绝了，就是他理解东西还是有片面性。就由于他这个片面性，导致国家后边乱套。否则的话，安抚住西凉的兵，把这4个人能控制住，慢慢调养生息，大汉江山再恢复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江山也可能毁在忠臣手里边，天下事儿难说得很。这王允都死了，那就没别的事儿了呗，冲进来呗。啊，见皇上，呵，小皇上吓坏了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这4人高兴了，皇宫内外看看，哦，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哇，好棒哎，这都是我的了啊。旁边贾诩看着，心说这4个货呀，啊，那意思干点正事儿。这4人啊，哦，哎，先生，对他是很尊重，先生。是不是我们要杀了皇上做金殿呐？贾诩气的，此乃儿童之见也。就是你们这个玩意儿啊，就跟小孩一样，哪能这样？这不行啊！参加见皇上，讨官儿，得让皇上嘴里说出来你是什么什么官儿，才能奠定你们正统的身份。哦，我们做什么官啊？找皇上啊，要官要4卿，4卿，朝里的顶级的官员，太保啊、太傅啊，
就要这个。好，哥四个跪下了，见驾。我要做太师，我要做太保，我要做太傅，我要做太后啊。皇上想了想，这仨可以，那个不行，那个啊，你也不像我妈呀。封官吧，所谓的这种封官，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持朝政。皇上能怎么着啊？你们四个说了算吧。好，这四个人打这儿起2号的皇上，天下就乱套了。但是他们哥四个很开心，哎，你看多危险啊！前些日子还说归着东西，带着拖拉机回家种地去了，哎，这一下皇上归我控制了，高兴。但是天下事儿它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的。这天说来串门的来了大队的人马串门来，这是个事儿啊！大队人马说打哪儿来的？打西凉来的。谁呢？领头的这主啊叫马腾。马腾可能提马腾您各位不太了解，就是那个马呀有点疼啊，腾是腾飞的腾。马腾有一个好儿子叫马超。哎，这个知道了吧？可厉害了，马超。当然现在马超不是重头戏，还轮不着他。现在出场是他的父亲。为什么马腾要带着兵上这儿来呢？这话说的早了。想当初18家诸侯弄了一个联盟，讨伐董卓。各位还记得这茬是吧？董卓不能守着屋里等着挨打呀，也得找哥们儿啊，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来呀，带兵来给我也帮忙来呀。他有18家，咱们也凑点吧。其中有一家找的就是马腾。马腾在哪儿呢？在西凉。早先董卓在西凉没出来时候，俩人仇人呢。你琢磨，俩人在一个曲艺团，都是说相声的，那肯定是仇人呐。后来这个啊，这调到歌舞团去了，这就好点了，啊，就这么一个状态。等于这个董卓带着兵由打西凉进京之后，马腾就宣布了，这地儿都是我的了啊，那个胖子走掉了，现在全是我的了，我说了算。他把西凉控制住了。因为那会儿董卓进京之后，那个身份权力已经很大了，他根本就不在乎那个了啊。好，给你，我就那西凉嘛，拿走啊！我还特意的正式封你啊，西凉太守，那块地是你的，你好好看着吧，我不要了。他当时这么一个状态，所以说呢，他也高兴，哎，这个马腾也高兴。但是呢，这一到打架了，18家诸侯要来了呢，他给这马腾啊写了一封信，哥们儿带兵来给我帮忙，哎，有18个人要打我。这个信来了之后，马腾根本没往心里去啊，活该呀，打死你才好呢啊！董卓说这不行，你得来啊，怎么来？给钱。俩人讨价还价，说多少钱啊？那行吧。一说给钱，马腾很开心啊，愿意。哎，这么着呢，就开始准备，也不是特别发自肺腑的愿意往心里准备。怎么呢？不重要，为了挣点钱去出个差，他准备了大概1年多。他其实出兵的时候呢，董卓都凉了，那也得去啊！咱们只当是连旅游啊，再玩一趟，咱们到那儿把钱拿回来啊！我是憋着拿钱去的，所以说带着大队人马到这儿来。到这儿来一瞧，说董太师没有了，在哪儿呢？我见不了啊！他们这些日子也正找董卓呢，啊，那我这个钱谁答应你的呀？董太师答应了，董太师没了，没告诉你吗？人都碎了啊，上哪儿找去？所以他这个兵也围在这儿，就等着怎么处理。那么说，董太师没了，真有人找，好，真有人找。这个李傕、郭汜为了找董太师剩下的这些个骨头，费了大劲了。那么说，人都死了，都碎了，找他干嘛？各位不能不找，
三国演义》里边有介绍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灵异现象。啪啪啪几声雷，把这坟劈开了，紧跟着啪，棺材盖儿给劈开了，打里边死尸窜出来了，就拿着宝剑这么弹着，打着节奏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香，让那个隔河看见一锭金，山又高来水又深，有心过河把金捡，又恐怕王八咬了脚后跟。折了疤来折了疤，外财不富命穷人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！哎，不来啊！培养了一帮碎嘴子啊！在这个很浮躁的年代，娱乐形式这么多啊，大伙儿还能坐这儿听说书的，我真是很感谢各位啊！干这行越来越少了，这行不好骗啊，挺难的啊。这个尤其是传统艺术，说书啊、唱戏呀、打鼓啊、相声啊，这个其实这行就有点入不敷出。什么意思呢？学的时候费这么大的劲，到时候最后还未必能卖钱啊。当然，我们可以说尊重传统文化，我们要为传统文化如何如何，但是首先是得让艺人能吃得饱。你说一个孩子学唱戏，打6岁开始到18才算出了科，然后跟剧团里边从跑龙套来零碎开始摸爬滚打，到能唱一出30、40了，他挣那点钱没有门口摆摊卖花生挣得多，你说跟谁说理呀？对不对呀？所以说那些年我说相声的时候，我就立一个志向，我说得让这行好，得让大伙儿能挣钱，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困在一个50人的小茶馆里边，每个人一天挣20块钱就是弘扬民族文化了，那个不行，得让这行挣钱，让人知道这行的艺人活得还很好，你必须这样，这行才行啊！我们这门艺术，我们就是每年春节啊，在山上庙会演2场，我们一直还很坚持，我们就吃树叶，我们就是披着草皮，那你就别干了，那就啊，你给这行也丢人呢。我说的是实话啊，就是干这行，其实首先心态就得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难免人家指指点点，哎，这个人演的不好，你就看谁谁多好啊！你看民国的时候谁谁多好，这是允许的，这是允许的，艺术嘛，啊，每个人眼里边不一样，你包括这看书也是如此，对吧？1万个人看哈姆雷特，能看出1000种样来，因为有9000个人不认字儿，是吧？还有好多人指着鼻子问我，你自己说，你们说书，你到底说谁说的好，谁说的不好？我说那玩意儿哪说得准呢？炸酱面跟麦当劳哪个好，对吧？再有一个说书、唱戏、说相声、唱大鼓，就这些个演员，古往今来这些演员，你要想说分辨谁好谁坏，只有一个方法：第一，岁数的一边大；第二，在一个后台演出。啊，说相声的，清朝谁谁谁，民国谁谁谁，解放初期的80年代，这些角儿们把岁数改成一样大，都是18、20，都差不多吧，在一个剧场。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儿啊，你一段我一段，你一段我一段，这样评比，这是公允的。你这个玩意儿，清朝末年他在天桥街上说啊，然后这个去年他在是上海那体育馆5000人那儿演，你说这俩谁好谁坏？根本不可能，背景也不一样，观众也不一样，社会也不一样，你凭什么这么比？有的时候这种比法其实就是为了打击你啊！你唱戏说相声不都如此吗？啊，有时候咱们看一些个这个老资料了，什么老的唱片了，咱们一听，这个如何如何，哎呀，好，为什么好？是因为它少。你真那年头坐在剧场里听，头一个你就起哄。但今天你可以拿出来啊，这个他就比谁谁好，所以这个其实这种比喻没有意义。包括说书也是，有捧张三有捧李四的，这都没问题。这个玩意儿就是个人的爱好问题。什么叫好？就凭个人的好恶。你要真要是比的话，你就现在吧，今年看看还活着几个说书的，都聚在一块儿吧。咱北京找一剧场，同样的价钱，你一天我一天他一天，咱们这么干，对吧？人这家就卖满了啊，那就3张票。你再捧，
那您愿意呗，那怎么办呢？是吧？所以这个东西也没有好与坏，它是个服务行业，就跟您吃包子道理是一样的。这狗不理包子啊，什么杭州小笼包，什么烫面的包子，那没法比啊。您爱吃那就是最好，但是就吃您这个，您没有必要上那些家门口砸人玻璃骂街去，那就没意思了，是吧？那么书接上文，再聊会儿，不能再聊了，再聊时间又到了啊。其实我不爱说闲板，爱说点正味。你们这人呐，那就是我惯的你们。下回你们可以在我们这个官微底下留言，想听哪一类的闲话。我现在我跟你说啊，就是说书之后这点闲板，我说的可谨慎了。你知道多少自媒体就盯着我这个了啊？正文三国他一句不听，他就听前面这个，从里边觉得商机无限，找出一茬来，咵蹬出来，当当当就写这么些个。我特别希望，要是有机会啊，你们看看，不管哪个网络上这些个愿意写东西、写相声类的这些个自媒体营销号嘛，给他们都聚来坐一屋。哎，他提一个，我给他讲一讲，大伙儿聊一天，那才痛快呢啊！估计那能打起来。我倒没事，我怕他们动手，你知道吗？上文书讲到，我记着呢，我记着呢啊！马腾率兵，兵困长安城。那这些日子呢，李傕、郭汜还很忙，忙什么呢？忙着找董卓呢。上文说咱们甩了一个尾巴，说找董卓。有人说董卓不碎了吗？是碎了，那是碎了，太遭恨了。肚脐眼啊插了一根蜡，然后点着了之后，他胖了，大肚子那么大个儿，都是油啊，点了人油蜡了。这些日子说找有限的几块骨头碎肉，那为什么要找呢？李傕、郭汜啊，这个做法是贾先生给出的主意，名不正言不顺。你是为了董卓进的京啊，你们现在行了啊，当了官了，太师、太傅、太保、太后的，当然太后没成功这事儿啊。但是你们是为太师来的，你得为他做点什么呀？做什么呢？第一件事，死尸得找着吧。找着死尸之后下葬，人死了入土为安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干的事儿跟你们进京的目的，他就挨着了。哥四个一听，对呀，找吧，就上哪儿找去？早没了呀！之前那脑袋大伙儿当球踢，身子骨也烂套，那也得找，发动所有的人找。啊，有送来的啊，送来就拼呗。拼也拼不上，大伙儿那怎么办呢？李傕、郭汜正啃羊蝎子呢啊，这几块也拼上吧啊！因为到后来真是牛骨头、马骨头，不管是什么骨头吧，大概凑个人形就行了。因为他们心里也知道，不是这么孝顺董太师，这是做给别人看的呀。这个身子这差不多拼上，脑袋怎么办呢？没有啊，问贾先生，先生这怎么办？贾先生说那就雕一个呗，因为过去有这个，找木头找什么雕一个，说雕一个那得找一个好手艺的，得像啊，得像，找吧，找来一个，这雕这人脑袋会吗？跟大人您会，我们家祖传的手艺，好几辈儿都雕这个，得活灵活现，您放心啊，只要我见过，我就能雕得好。董太师见过吗？没见过。这个我说啊，胖子，当然这不行，这光说是个胖子，那哪行呢？哪怕找人给我画啊，好，找画画的画师啊，画吧。哎，画谁？画董太师。哦，好嘞啊，画很好看啊，四方大脸，剑眉虎目，您看看吧。画的挺好看，挺细致，眼睛也很有神，但是不像董太师。你见过董太师吗？我也没见过。愣画
啊，愣画，啊，愣画不行啊，来吧，咱们出主意吧，啊，这儿啊，稍微塌下点去，这眉毛还得粗，这鼻子头不，鼻子头太小了，哎，董太师那鼻子是蒜头的鼻子，啊，就像一个独头蒜一样。郭汜说不是独头的，有瓣儿，有瓣儿，俩鼻子翅还挺大，哎，大伙儿出主意呗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这一边画一边修改，到最后，您看看，像活灵活现，再给这雕脑袋这个，哎，这行吗？哎，这行了，哈哈哈，有这个就可以了，我这可以雕刻的跟他一模一样。好，几天完活？得10天，哦，哎，你抓紧吧，啊，越快越好。10天之后来了，拿来了啊，托盘上面盖着一块红布，啊，呈上来吧。这4位连假先生看看怎么样啊？咵，打开这块红布，盘的正当间儿，是一个脑袋，啊，活灵活现，跟那画一样，就是董太师，就是有一样，太小了，啊，都这么大。这个你们家3辈儿干这个，对，我们家3辈儿都是雕这橄榄核的，知道吗？行啊，这算是你给我们弄一小样儿啊！你看你那小样儿啊，要大的，给董太师下葬，知道吗？你这个你想底下都是枪子，骨头架子那样，当间搁一这个，好看吗？哦，这样的，跟大人那回没有这么大的橄榄核，谈项目，好，您早说呀啊！那比这个简单的多了啊！这有2天就得。找檀香木，哎，给它雕完之后，呵，太棒了，像不像？像，这是给赏钱，这不重要了。回来之后，给董太师准备一切，啊，铺的什么，盖的什么，穿什么啊，那就简单了。脑袋搁好，都弄完了，装在这个棺材里边，外边套上裹。什么叫裹呀？咱们老说，哎，棺椁，棺是棺，椁是椁，棺材是2层，里边这层这叫棺，装死人的。这棺外边还有一层，也是一木头盒子，那个叫椁。咱们老说棺椁，哎，您记住了啊，哎，这是2层。那要是皇上死了，他有的好几层，几层棺，几层椁，那个按不同的身份单独说。一般这个随葬品就放在棺跟椁当间的地方。这里边这棺材就是装死人，扣上盖之后，把这个搁到那个里头，那里头再放，哎，他喜欢的东西啊，金银财宝啊，什么鼻烟壶啦，心爱的玩意儿，再给放边上，啊，这是下葬的东西。当然，他这个达不到帝王的标准，也得比普通老百姓强。尤其那个年头，不像现在殡葬改革。咱们这个丧葬从简，过去抄起来说一个人从死到了下葬，18、19道程序，那多麻烦啊！就这一死，这一咽气了吧？哎，这人全完了。首先要进行一个这个词儿叫附，其实就是招魂呐。得有人啊，这手叉着腰，这手拿着死者的衣服，面向北方，晃这衣服，喊死者的名字，招他这魂儿。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仪式，哎，这都弄好了，这拿起来一抖楞，哎呀，普拉尔里面，这个死者原来是卖破烂的，就喊名字吧，哎，说相声的张三了，回来吧，回来接场了，哎，就类似这个，哎，招魂。这完事之后呢，这个给人弄好了。拿一个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叫角四，角呢是犄角的角，四呢是木字边旁边加一个1、2、3、4的4，这个样儿是2头翘起来。您喝汤那勺见过吗？大概是这么个玩意儿。哎，把这个嘴撬开了，把这玩意儿
搁到嘴里边，哎，卡在上下牙之间，得搁一这个，因为这之后塞什么珍珠啊、夜明珠啊，塞块玉啊，有的塞米啊，你不能嘴闭上一直合着死了不行了，得有这么一东西，哎，搁在这儿，完事这才做水，哎，院子里边找一方向做水，地上刨一坑啊，刨一坑在这儿做水，做完水之后给它洗，剪指甲、梳头发，剪下来的指甲、梳下来的头发都扔到刚才那坑里边，擦完这个水也得倒到这坑里头，啊，这都过去这一套，然后这什么挑那个幡儿，挑幡儿给什么亲戚朋友送信，大伙儿来了几天一哭。要怎样怎样，然后家里人穿什么样服装啊，然后到最后在什么入殓，入殓的时候就是死人装棺材吧，啊，什么小殓大殓，这一套一套的可麻烦了，一直到最后啊，这现在也没有这么复杂了啊。皇上死呢，皇上死比这个肯定要麻烦得多。那皇陵呢，一般来说就分地上和地下，地上就是封土，以封土，封土就是那大坟头啊，当然不一样，不是老百姓那种坟头。做的有像塔的，像什么的，这是从明朝之后改的啊。地下就是地宫，地宫有的时候咱们那个看那个一挖出来，嚯，这厉害了啊！黄肠题凑，就说明埋的是大人物。黄肠题凑就是柏木啊，它就是当间不是这装着皇上这棺椁吗？它整个这木石里边，它砌了这么一木框子，它是用得1万多根柏木。柏木去了皮儿之后，拿那个玩意儿在里边堆，一层一层的堆，哎，这么堆起来，上面还有盖儿，啊，它这玩意儿不能用榫卯，不能用钉子，啊，全是凭技术，哎，这弄完之后，我就不占大伙儿的功夫了啊，反正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这个董卓不能按帝王下葬，但是呢，也得按诸侯那么来。这一切弄好了，说把他埋哪儿去呢？商量来商量去，说给他送到梅屋。听过前文书的人，您都有印象，就是离着长安不远有个地名叫梅屋，这是董卓给自己设计的一个行宫，在那儿建造一个小型的城市。其实呢，跟皇城差不太多，抢来好多的金银财宝也放那儿了，抢来无数的美女也在那儿。他其实想要在梅屋这儿养老，但是没想到。啊，这打那儿出来就没再回去。大伙儿想了想啊，说他这么喜欢梅屋，还是把他送到梅屋下葬吧。这样挑了一个好日子，文臣武将护送他的这个死尸到梅屋。到这儿找地儿吧，这都有那些个负责干活的那些个专业人士给找地儿弄好了啊，刨坑下穴吊线儿，吊线儿啊，就是棺木下去。这怎么平整得好？据说如果后边这要是不平整呢，他的后辈儿孙呐，腿不方便；前面不好的话，以后这后辈儿孙呢眼神不好。反正这么一说呗啊，他哪有后辈儿孙，全家都死了啊！那这规矩也要守啊！往下弄好了，盖得了，把土也弄上，坟头也起来，又点香。文臣武将跪在这儿，该磕头的磕头。这个李傕郭汜、樊稠张继站在坟前面都得讲话。董太师是一个多么好的人，为老百姓做了什么什么贡献，如何？今天我们把他老人家送回来，哎，入土为安。因为老话说得好，死了的才是完人呐，啊，不管怎么说吧，得说点好话。这话说完了，大伙儿也磕完头站起来，正准备走，这个天气可就上来了。乌云盖顶，雨如倾盆，咔啦啦啦啦啦，这个雷鸣电闪呢，没见过这么大的雷，啪啪啪几声雷，把这坟劈开了，紧跟着啪啦啦啦，棺材盖给劈开了，打里边死尸窜出来了。好家伙，董太师的死尸啊，这儿有，那儿有，哪儿都有。怎么呢？他本来就是拼的吗？一会儿功夫，太阳出来了，大伙儿刚才都背雨呢。背完雨，你看没想到啊，说挑个好天气，捡吧，把那踢过来，那个踢过来啊，这个还这事儿闹的哈，哟，这块山起，这是那羊的啊，弄吧，收拾好了，大概是这样啊。
盖好了，哎，干活的快过来，拿铁锹来吧，往外弄弄水。棺材下去啊，来吊线，吊好了，哎，吊不吊也不吃劲了，这还吊什么线啊？盖得了，弄好了。这回这坟头比刚才那结实，刚才是土的，这回是泥的。啊，这回行了，来磕头吧，哎，来把这扫扫，这儿磕来，哎，磕完头站起来讲话。董太师是一个好人呐，为国为民啊，老百姓如何，怎么夸奖他？我们这些个同殿称臣的非常感动啊，大伙儿流眼泪儿。完事好，再见，董太师。一抬头，咔，电闪雷鸣，雨如倾盆，坟劈开了，棺材盖劈碎了，董太师又出来了，呈天女散花状，啊，咔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大伙儿先备雨吧，好吧？找一雨刷子跟这等着啊。下去了啊，雨停了，来吧，跟刚才一样，咱们继续吧啊。剪完了弄啊，扫水，扣好了，来，磕吧啊，完事讲话吧。董太师还行啊，不愿意麻烦人。啊，就是死了麻烦人啊！你看弄我们这一手指甲里都是泥啊！烧香吧，行，大概齐得了，是那意思就得了啊！董太师再见啊！别送了！刚才送我们这别送！往外一走，哗咔嚓，电闪雷鸣啊，3次。您看《三国演义》就这么写的，连着3次。第3次的时候，这棺材里头着火了。连这檀香木的脑袋，这些个羊蝎子、牛胯骨，什么叫哈喇叭啊、羊拐啊，全都烧没了。天之怒灼，可谓甚也。这是原文的8个字，就是老天爷恨得不行了。文武群臣看着，没有什么可捡的了。就剩点沫了，都烧碎了，烧成沫了。您看看来吧。李傕过来抓一把，一字写出来，一家放粮。奠定了白沙撒字儿啊。那您看这事儿就这样吧，好，可以了，这回行了，这回也不怕他送咱了啊。我们走了。董太师不要送，你送迷我们的眼睛啊，都成灰了，扫一扫吧。没人敢说别的，怎么呢？这是老天爷翻脸了呀，不让他那样。好，回去吧。这儿刚回来，就听到好消息了，西凉来朋友串门了，马腾到了。马腾派人来啊，马腾自己不能先来，先得打发手底下人来。来了之后见着李傕、郭汜，互相拿方言一问候，都很开心。完事说正事儿，说你们干嘛来了？啊，这听说了，18家诸侯讨董太师，我们带兵给董太师帮忙来了。孙子，你来晚了，你要早来一会儿，还能赶上上坟。啊，现在董太师都成沫了啊。哦，那我们也是听说了，说来晚一步啊，不是来晚一步啊，那个。是谢谢好意吧啊，各位回去吧，回去可不行，许的我们给钱啊。您看看咱算算账吧，票我们都开完了啊，给我们钱我们就回去了。这一道上大家也很辛苦，因为这一路上啊不容易，准备回去了啊。那回去就回去吧，钱是给不了，怎么不给钱呢？谁许的你们呢？这董太师许的我。是啊，他都成面了，我们给不着。这儿回来跟马腾一说您别太难过，怎么回事？董太师确实是死了，这我难过什么呀啊？但是人家说了不给钱，哎呦，这董卓死我不难过呀，不给钱我很伤心呐。不行，不给钱不走，兵困长安城啊！这个大老远来一趟，我们容易吗？这一路上不给钱，回去道上吃什么？是不是？就由于这个原因，双方就要展开了战斗。那么说这个仗好打吗？不好打。谁能更厉害一些呢？
马腾。马腾来的目的是打仗来的，他这个士气在这儿。这帮人憋这火呢，而且早听说了，说现在城里这些人也是咱们西凉老乡，来了之后烧杀抢掠，金银财宝都是他们的，咱来晚了。我们早来，我们也能那样发家致富，是不是啊？现如今来了就这么回去，门儿也没有啊，白来了。所以他们是憋着打仗，城里的呢是不愿意打仗，已经成事了啊！有在长安都置了宅子了，娶了媳妇了，还有3月就生了。我这些年抢了不少金银财宝，接下来我儿子要做买卖了，如何如何，心态不一样啊，所以他不愿意打。你这一下，两边一交手，马腾这边就赢了。这可怎么弄呢？啊，城里边这哥4个商量，怎么办啊？你去，我不行，我还不如他呢。你去，我喝酒了。哎，你别不说，你去，我这吃的中药的，跟吃中药什么关系呢？啊？你谁？老樊，老樊你去。老樊啊，4寇之一啊，樊稠啊。啊，那行，那我去吧，我去吧啊，去吧。两军阵前，一瞧人马腾这边派出来这主啊，叫韩遂。记着啊，这边是韩遂，这边樊稠，俩人一见面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老乡、发小、同学，哥们儿，我可看见你啦！我好多年没看见你呀，听说你挺好的，我挺好的。后边两边那么些兵，又怎么了这俩？啊，感动的不行了这俩，啊，那还打吗？那还打个6啊？可是老樊心说，我不打这怎么弄啊？这在后边瞧着呢啊！哎，咱俩这样，假装比划比划啊，你就跑，你往那边跑啊，我喊2嗓子我就回去啊，不叫事儿。哦，那行，哎呀，啥呀？哇呀，哎呀，好厉害呀！走了啊！这老樊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跑掉了啊！你拿谁当傻子呢？他那后边有人看着呢。这儿回来就跟李傕说，他可不对劲。两军阵前我们瞧见了，他那个跟韩遂啊，两军阵前俩人关系很暧昧，别人不知道，我们知道，他们哥俩好啊。哦，那行了，你甭管了啊，晚上吃饭吧。当天晚上设摆了鸿门大宴啊，咱们哥4个喝酒吧，咱们好好的聊一聊啊，咱们这些年来可是不容易呀，尤其是跟随着董太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荣华富贵啊，哥几个来，我敬你们一杯吧，你敬我，我敬你，挺高兴的。正喝着高兴呢，这李傕呀，把剑抻出来了啊！我给各位耍剑。哥仨愣了啊，这是喝多了啊！哎呀，这个怎么着还要耍剑啊？耍一耍我这个宝剑，您那叫舞剑啊？对，来，我要给大家舞剑啊！过去来说这是经常的，尤其这个练武的人又是喝完酒习惯于这样弹剑而歌，很多大英雄都是喝点酒，心情愉快了，苍啷啷宝剑抻出来，就拿着宝剑这么弹着，打着节奏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香，啷那个弹剑而歌。所以说那几位也没往心里去，就看他耍呗啊，拿起来，哎，这各种招式吧啊，耍来耍去，猛然间一转身，面对面就是樊稠啊。樊稠啊，端着杯喝酒，正高兴，这一仰脖，把这儿露出来了啊。他仰脖，宝剑到跟前了，光喝酒不吃菜还行啊，这菜到这儿了，打这儿进去，打后边出来了。老樊端酒，哎，凉啊！心说扎一窟窿不好看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不我死了吧？一扔这杯，咣当一声，死尸倒地。那还坐着哥俩，好剑，
好剑，好剑，好剑啊！在靴子尖上把这血擦了擦，一转身，苍，宝剑还匣。樊稠，啧啧，你竟然在两军阵前卖放韩遂，勾结马腾，死有余辜。把这事就说了，为什么杀他？按说咱们哥四个最好，没有比咱们近的。他现在起了歹心了，跟咱们不是一条心，这个人不能留，所以我把他杀了。哦，郭汜点点头，好，好，好，杀得好。喝完之后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郭汜没事，张继坐在屋里直哆嗦。从私交上来说，他跟樊稠是好朋友啊。他死了，下一个就是我了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，撒不了油。